哦，哎呀，到了夏天，手表告诉你，不管是跑力、最大摄氧量还是乳酸阈值有下降，千万不用担心，因为事实上就是有下降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9号星期三，又是周三早晨合练的时候，现在差不多不到5点40，5点45集合。今天的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跑，刚刚热身6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7。今天装上了高驰的测试版系统，它这测试是公开测试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，它就灰度到你呢，比如像 iPhone 的用户，你打开高驰的 APP 一刷新，弹一个测试邀请，你就直接去 TestFlight 装测试版的手机 APP， 装完以后你再进去就能看到有测试版的固件。对我来说，其实主要的更新是语音播报，就是它这语音播报是这样，因为 Pace Pro 是只有蜂鸣器，没有那个就是功放的喇叭，所以呢它虽然能自己滴滴滴，但是它这个播报只能要么从已经连接的蓝牙耳机里，要么就是如果你带着手机，它会从手机里播出来。对，我没有试手机，因为我不带手机，我都带的耳机。哎，我果然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嘛，然后有时候眼睛比较毒啊，老能发现别人的不好，这臭毛病。就是其实高驰它的配速记录这一块，在手表上每公里到的时候，它一报的时候，它那个时间，比方说我刚才第2公里4分55，我热身了6公里，手表显示4分55，但是回去拿手机看呢，有可能是4分55.8或者9，它就会按4分56算。但是这个语音播报呢，我不知道是它本身的取时间有问题。这取时间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可能是在播放这个声音的时候取当时的时间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有时候比方说手表滴一响1公里，然后它这开始播，假设我这滴的时候和这播的时候差了0.2秒，假设差0.2秒，然后我这滴的时候比方说是用了4分55秒9，那它这播的时候就是4分56秒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，它播的那个跟手机计算是一个逻辑，手表显示呢是单独一个逻辑。那因为以前是这样的，所以就导致呢我第2公里的时候我就注意看了一下，当然手表显示的是4分55，然后耳机里播的是4分56，然后有的时候呢这公里显示，比方说显示5分07，播的时候也是5分07，所以我猜这2种可能性都有，不知道。但是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，就是它的那个4舍5入的逻辑不一样，就手表上显示的和其他地方不一样。然后其他的逻辑处理的都挺好的，比方说它的语音播报是叫您已跑步，比方说您已跑步1000米，上1000米用时4分55秒，然后平均心率比方说133，这种它会把那个上一圈的平均心率也报给你，然后也挺清晰的。但是不能选声音，就好像今天只有一种声音，就是你不能选语音包现在。但是其实这东西未来是很容易的，因为它存储空间足够。我觉得可能未来可能会有吧。然后之后呢，我还测试了，就是我刚才热身6公里，第6公里结束那个语音播报没完的时候，我就摁了暂停，然后它那个就会停下来，就报6公里内就会停下来，就会开始那个暂停运动的播报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出什么问题。而且我这儿一直在听着小宇宙的播客，然后在公里报的时候呢，播客的声音就会被压低，也挺好的。但是其实啊，我建议啊，我觉得是不是在听小宇宙的时候，公里播的时候，小宇宙先暂停，因为它放低以后那几句话我就听不见了，知道吧？它跟听歌不一样，听歌你说少听两句了，听播客有时候，比方这句我就想知道他说什么，然后我又不能说为这个我操作一下手表往前倒10秒，就比较尴尬。其他的都挺好，其他就是软件的界面有大变化，跟之前，因为它这次是从3.8几件到4.0的大版本更新，看得出来是重新设计的。看已经来这么多人了，而且今天我看到好像他们拿了一个大水桶，可能要泼水，不知道是不是干这事的。这今年新的队服太热了，又带了电解质的冲剂。就这个带劲啊！
听说他们就我去函馆那周的周六第一次试这个，我还没赶上过，那都带水了。我这还是冲的那个有糖的电解质。看，大元先生穿了个布鲁克斯。这是吉隆坡马拉松。吉隆坡马拉松。布鲁克斯。妖精。可以。大元先生这周末去马来西亚跑马拉松比赛。2017年的时候能跑多快？应该这次条件不好，所以3个小时45左右。3个小时45，可以。你们大元先生2017年的时候3小时45，但是马来西亚应该特别热。热身完了，冲了几组几十米。今天找个人跟，今天不能冒进，因为伤刚好，就是全力以赴跑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感觉那种。3分40的计划，然后带那瓶水喝了多半瓶了，已经太热了。好，准备开始，走。今天的6公里非常的热，特别的艰难，跟着大家在跑，最后跟着田中先生冲刺，所以呢我就一刀都没有剪，大概跑了21分半左右，所以如果您想跳过这一段，那就快进一下。
1公里3分37。あ、すみませ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やったー。やったー。やったー。加油加油加油！やった！やった！やった！第2公里3分39。やったー。ナイス。
3分36。はい。到。到。到。3分35，33够。
让了一下自行车，还到。到，33.35， 33够啊！到。3分19啊！ナイスだ！ナイスだ！ナイス、ありがとう田中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ナイス。
先停表。我觉得停表这一块，佳明可以向高驰学习，就是摁那结束要长按3秒。来停。怎么样？太热了吧？这就是夏天的训练和春秋的训练不一样，跟冬天也不一样，就是特冷和特热的时候，你是跑不上那个速度的。今天这个公里的平均配速只有3分34，就是详细数据到喝水那儿咱们再说。3分34就比我的最好成绩6分钟慢了1分20多秒，1分20多秒呢，1分20多秒，跑了几百米了，是不是？他想起了走吕江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拿这个一下来表演一个啊！哦，可以啊！啊，哎，刚才那一下，这儿都有点憋住，就是有时候高强度之后，你的肌肉的反应你自己不知道。你说跑步，其实这个地方就6公里，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行，看看详细数据啊。21分28秒，平均配速3分34。运动表现出色，训练负荷较小，最快1公里3分19，平均心率176，最大心率188，平均步频208，步幅1.35米，垂直振幅比4.6，垂直振幅6.2厘米。平均触地时间166毫秒，消耗3200千卡。所以那些小伙伴说的对，你说这一次跑步能消耗1000，其实很不容易的，必须得有距离。看看单圈数据，第1公里3分37，第2公里3分40，第3公里3分37，第4公里3分35，第6公里3分36，最后1公里3分19。所以你们看，其实，在手表上最后的这个机圈就能看出来。你看，比方说我的第1公里是3分37秒12，配速是3分37。第2公里是3分39秒72，配速是3分40，但是当时手表就是到公里那一下闪是3分39，然后最后记的是3分40，因为3分39.72，耳机里也是3分40，所以这个高驰应该统一一下，就是其实它的公里那块就每公里结束那个显示，我觉得不显示小数点也对，字大一些，我同意的。但是就是可以考虑统一一下45路的标准。就很多时候，手表、心率带、POD 是工具，工具是让你更好跑步的。就像我说买帽子，帽子是个工具，它能让你就是可能在步行的时候更有动力。7月9号星期三清晨7点已经回来了，又冷身了4公里。今天一共的跑量是16公里，6公里热身，6公里阈值和4公里的冷身。你知道到夏天这种强度下降，就是你的速度下降是很正常的。就像我那天直播也在说，我说乳酸阈值 LT2 是一个预测你当前成绩、判断你当前水平的一个就很准确的指标。就你看我现在。我跑3分34，今天我觉得很累了。现在如果测我的乳酸阈值，在这个气温环境下，那我估计可能测出来也就3分34，差不多也就这样。那跟我冬天的时候3分20多，就肯定是不能比的。而且我现在如果测出来是3分34，那我也不太可能跑平均配速3分30多一点点的半马，对不对？它不符合科学。所以你到夏天手表告诉你这些数变了，它就是真变了。不是你变弱了，是在这个条件下你输出不了那么大了，所以这很正常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可能夏天也许再短一点，比如200米、400米，也许不太受影响。你只要再稍微长一点的间歇，都会受影响。慢一点很正常，可能就是你越精英的小伙伴慢的越少，越不精英的小伙伴慢的越多。比方说你原来只能跑到5分，那也许现在你可能能跑5分20。你看，对我们来说，可能原来跑3分22、3分23。现在跑3分34，可能慢了10。也许再精英的人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也没跟人聊过。也许人家比方说跑2分50的，可能慢到2分58、2分55，我猜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也冬天那些就脱产的运动员们去云南或者去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，然后湿度不那么大的地方训练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对普通人来说，其实影响不大，我觉得。
我其实进步突飞猛进那一年就是2019年在新加坡那一年，特别热。然后我其实没有怎么加跑量，但是我整体的负荷变大了，自己不知道。现在看起来可能差不多跟那有关系，对普通人影响不大。不用担心说到夏天就怎么样了。但是我还是那天那句话，到了夏天，在比较艰难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平常的轻松跑还是这种强度跑，在比较艰难的时候，稍微的、有限的、不冒进的坚持一下，这样你训练完以后不后悔。到了秋天的时候呢，不敢说一定有好成绩，但是这个夏天至少是稳住了。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，夏训和冬训不是提高成绩的关键，而是稳住训练节奏的关键。大多数人其实春秋的训练状态是最好的，所以跟专业运动员也是有点区别，不成熟的观点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酷暑下的周3的早训练。不行，下周得穿旧版的队服了，这个顶不住，回头看看下周课表是什么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高驰的更新做得不错，咱们下回再见。